今天還是一樣，我們一邊拍圖庫樣片一邊聊。上一期的內容中，我們講述了視覺中國圖庫入門，不過有些朋友說他對於新人不太友好，也有些朋友說他口碑不太好，反正就是不喜歡。那有沒有其他可選呢？本期我們就来介紹一個不需要新人審核機制的國內圖庫——站酷海洛。站酷海洛跟视覺中國有什麼不同呢？首先聊聊它的價格，我覺得出幾百元的幾率是非常大的，單價比视覺中國要高。單純出於我的個人經驗而言，它的入门門檻特別低，只需要你的年齡滿18歲，擁有可以授權的原創作品，就能申請成為它的圖庫簽約攝影師。它沒有複雜的樣片提交審核，不過它會對於新手階段的你限制每天只能上傳10張作品，但累計通過6張之後就可以解鎖每天不限制上傳量，可以說基本沒有難度了，基本第一批作品提交後就能解鎖了。作品審核時間一般是幾天到2星期不等，作品越多，審核的时间也会得以提升。不過大家也不用着急，大多數的图庫都是差不多的審核时間，等就好了，或者利用等的時間去多拍多上傳些作品。那麼他都接受些什麼樣的作品呢？站酷海洛接受攝影、創意作品、矢量圖形、插畫等等，核心標準是原創、合法、可授權。它跟我們之前介紹的视覺中國對於圖片的要求其實是差不多的。如果你拍攝的作品中涉及到可識別的人臉，就需要提供對應的肖像授權證明。如果是他人資產的作品，也需要提供對應的物權證明。接下來我們也會講解怎麼去避免這些因素，爭取每批上傳都做到基本通過。拍攝設備不局限於手機或相機，分辨率不少於400萬像素，文件大小控制在30，分成方面會根據是否獨家和非獨家從25%到40%不等。我個人的話，在國內外的圖庫都會上傳，所以選擇的是非獨家。拍攝什麼類型的容易售出？其實跟上一期我們在視覺中國說的差不多，它的首頁會有熱門作品，實在不知道拍什麼的時候可以作為參考。但是就我個人感覺來說的話，我的寵物攝影作品在站酷海洛不太吃香，在其他平台反而不會這樣子。我拍攝的古建築在站酷海洛則銷售的不錯，在其他平台也不錯，但站酷的價格給的是最高的，大家可以作為參考。拍攝的時候要避免拍到路人，要不然沒有肖像授權的話沒辦法通過審核。拍攝寵物的話，站酷海洛會要求我提供物權證明，我提供後才能通過審核。不知道現在是否還需要，大家作為參考吧。站酷海洛对於標題、關鍵詞審核會比較嚴格，如果填寫的準確性不夠高的話，它會駁回後要求你重寫。當然，能不能賣得出，最重要的就是作品的商業使用價值和客戶的實際需求。那麼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啦，上期收藏很多，但是點讚太少了，希望這期大家能幫忙點個讚，要不然真的更新動力會少很多。也歡迎大家轉發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們，關注我，獲得更多相關圖庫經驗的內容更新。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們下次再見吧。